你有没有想过，现在觉得最稳妥的银行存款，万一出了事怎么办？如果某天醒来，看到新闻说你的银行大门紧闭 ，APP 无法登录，你会是什么感受？这并非电影情节，而是近期全球顶尖财经分析师和媒体正在严肃讨论的可能。多家国际知名金融媒体相继预警，一份关于系统性风险的银行名单已悄然提交至监管机构。更有分析师直言，2026年或将迎来新一轮银行倒闭潮，其破坏力可能超过2008年金融海啸。这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个人辛苦攒下的积蓄是否安全。所以今天在健康之道，志玲不仅要带领大家深挖这背后环环相扣的逻辑，还要揭示被外媒点名的4类高风险银行。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做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仔细阅读你从未留心的银行条款，你会看清一个现实：一旦银行出事，存款超过某个具体数额，超出部分存款保险将不会赔付。如果你认同守护财富健康与身体健康同样重要，请点赞或订阅。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多一份认知就多一层自我保护。不管是我们身在台湾的家人朋友，还是在海外努力打拼的华人同胞，相信大家对2023年那场银行风暴都还记忆犹新吧。当时美国的硅谷银行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崩塌，紧接着签名银行也倒下，连瑞士那座百年金字招牌瑞士信贷都被迫匆匆卖身求生。那时候所有人都觉得天好像要塌了，但好在以美联储为首的各国央行出手快，开动印钞机拼命撒钱，那股恐慌的火苗看上去像是被暂时扑灭了。但是大家最近有没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是整个经济环境好像处在一种特别紧绷的安静里。说实话，那种安静并不让人安心，反而更像暴风雨来临前气压低到让人胸闷的那种寂静。事实上，当时的窟窿根本没有被真正填上，它只是被一张更大、更花哨的地毯给暂时盖住了而已。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专家都把目光死死盯在2026年这个时间点上呢？这就要从银行赚钱最底层的逻辑开始说起了。银行啊，说白了就是一个超级庞大的借贷中介，它把我们存进去的钱收集起来，付给我们一点点微薄的利息，然后转头就用更高的利息把这笔钱贷给企业或个人，或者拿去投资债券，赚取中间的差价。这个模式运行了上百年，但它的命门也就在这里。过去这2年，为了摁住疯狂的通货膨胀，美联储启动了暴力加息，把利率一口气拉到了20年来的最高点。这一下就捅出了一个天大篓子。银行们以前在利率很低的时候买进的大量长期债券，现在的市场价格暴跌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你就懂了。假如你是银行行长，几年前利率低得像白开水，你买了一大批利息只有 1% 的10年期国债，觉得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稳稳的。可突然之间，新发行的国债利息涨到了 4%、5%， 那你手里这批只有 1% 利息的老债券，谁还愿意原价接盘？没人要，它的市场交易价格就只能跌跌不休。只要银行撑得住，捏在手里不卖，这在账面上就叫未实现损失，也就是纸面富贵，数字难看点而已。可一旦储户们开始风声鹤唳，排着队去提款，银行手头的现金不够应付了，就被逼得非要割肉，卖出这些贬值的债券来换现金不可。这一刻，纸面上的浮亏就瞬间变成了扎扎实实的实亏，银行的资本金可能一下子就被击穿。硅谷银行就是这样倒下的剧本。而现在，这个惊悚剧本的第2季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而且这次的主角除了债券，还有一个埋得更深、威力可能更大的雷，那就是商业不动产。这也是为什么外媒偏偏选在这个时间点频繁拉响警报的核心原因。大家想想看，特别是美国，那些豪华的写字楼现在空成什么样了？疫情之后，远程办公成了新常态，很多大公司根本不需要那么大的办公场地了。与此同时，利息又高的吓人，很多开发商的贷款正好在这段时间到期，他们根本还不上钱。而这些开发商背后最大的金主是谁？正是那些名字你可能不太熟悉，但资产规模却一点也不小的区域性银行和一些大型商业银行。这就引出了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第一类被外媒点名的银行，其中一个具体的代表就是纽约社区银行。说起来讽刺，
这家银行在上一轮风暴里还扮演过白衣骑士的角色，接手了部分倒闭的签名银行的业务。当时大家都觉得它实力雄厚，可就在最近，它的股价像坐过山车一样疯狂暴跌。核心原因就是他手里攥着巨量的商业房地产贷款，尤其是纽约这种寸土寸金地方的写字楼贷款。现在在很多专业投资人眼里，这些不再是优质资产，而是可能引爆的有毒资产。外媒之所以把它单独拎出来说，并不是因为它明天一定会倒闭，而是因为它像一个缩影，代表了当前美国银行业最脆弱、最疼痛的那根软肋。如果商业地产这块巨大的多米诺骨牌开始倒下，像纽约社区银行这样在地产贷款上敞口过大的银行，肯定会是第一个被压垮的。你可千万别觉得这离我们很远，一旦这种级别的银行发生挤兑，引发的连锁反应绝对是全球性的。我们台湾的金融体系持有大量的美国金融资产，这种风险的传导速度会快得超乎想象。既然说到这里，志玲，我必须提醒大家一句，如果你手头的投资组合里有和美国房地产挂钩的理财产品，或者你存款的银行本身就有大量涉及海外地产的业务，你真的要花点时间仔仔细细去审视一下了。如果你觉得这个提醒来得及时，拜托一定把咱们健康之道这期内容转发给你身边也在做投资理财的亲朋好友，这可能真的能在关键时刻帮他们绕开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这第二家被频繁提及，甚至被称为房间里的大象的，是来自日本的农林中央金库。可能很多朋友对这名字感到陌生，但在全球金融圈，这可是个谁都不敢小看的巨无霸。它被列入危险观察名单的原因，简直就是一个超级加倍版的硅谷银行故事。这家银行掌管着日本农林渔业庞大的储备资金，因为在国内实在找不到收益像样的投资项目，他就把海量的资金一股脑儿投到了美国和欧洲的国债市场。我们刚才说了，美联储加息导致美债价格大跌。你想，农林中央金库手里持有的这些外国债券，其账面亏损的数字，那真是天文数字级别的。最近的新闻也报了，他们为了止血，不得不宣布要抛售规模高达10万亿日元，大概600多亿美元的欧美主权债。这么大的抛售量本身就会对全球债券市场造成冲击，同时也彻底暴露了他自家资本金的虚弱不堪。对于我们亚洲的观众来说，日本大型金融机构的动荡往往比美国的更让我们觉得近，因为亚洲各国各地区的资金往来太密切了，血脉相连。如果连日本金融体系里这样一块压舱石都到了要断臂求生的地步，那只能说明水面之下的暗流已经汹涌到何种程度了。说到这里，我猜肯定有朋友会想，志玲，你讲的这些都是外国的银行，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的钱好好的存在台湾的公股行库，或者国内那些国字头的大银行里，应该稳如泰山吧？有这个想法非常自然，但也非常危险。现代的金融系统是一个高度互联的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的时候，我们台湾有多少投资人因为买了那些根本看不懂的联动债而血本无归？那时候大家也觉得雷曼是美国100年老店，怎么可能倒？系统性风险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它就像一种病毒，会通过你看不见的渠道快速传染，没有谁能真正独善其身。这第三类被外媒点名的，不是一个单独的银行，而是一整个群体，就是美国的区域性银行集群。根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内部的秘密名单，所谓的问题银行数量一直在悄悄增加。外媒特别盯上的是那些既没有大到不能倒的免死金牌，但规模又足够大到一旦出事就能引发市场恐慌的中型银行，像之前出过事的第一共和银行，或者一些常被做空机构盯上的银行，都属于这个圈子。为什么他们危险？因为他们面临的存款流失压力太大了。现在美国的基准利率这么高，储户们一个个都精明得很，会把钱从那些只给一点点利息的普通账户里搬出来，转而去买利息高达 5% 的货币市场基金。银行没了存款，就像人没了血液，为了维持运营，就不得不去借成本高昂的高利贷，或者被迫变卖资产，这就陷入了一个失血借钱更虚弱的死亡螺旋。如果在2026年之前，美联储没有大幅降息拉他们一把，
或者前面说的商业地产的雷提前爆了，那么这批区域性银行里几乎可以肯定会再冒出几个硅谷银行。第二、第四个风险点就更隐蔽了，它可能不是一家传统意义上的挂牌银行，但在外媒的预警报告里，它被称作影子银行体系里的巨头，比如某些超大型的私募信贷基金。现在的传统银行因为监管非常严格，不敢随便给高风险企业放贷，所以很多这类公司就转头去找这些私募信贷基金借钱。这几年私募信贷的市场膨胀得飞快，宣传的都是高收益、低风险，但是这些基金的钱很多也是通过层层复杂的包装，最终来源于传统的银行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就专门发文警告，说私募信贷市场极度缺乏透明度，像个黑箱，一旦经济下行，企业违约率飙升，这个看不见的黑洞会瞬间吸干市场的流动性。虽然他们名字里不带银行二字，但在关于2026年潜在危机的预测中，他们被很多专家认为是最有可能的引爆点之一。好了，听完这些宏观的风险分析和黑名单，我知道大家最揪心的还是自己的钱包。你肯定会问，志霖，如果真的发生了银行倒闭，不管是在国外还是被波及到我们这里，我的钱到底安不安全？这就必须提到我们普通人最后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火墙——存款保险制度。但是很多人误以为这是一堵绝对安全的铜墙铁壁，其实它是有漏洞的，而且漏洞的大小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金额上限。这就是我强烈要求大家现在立刻马上去做的一件事，检查你所有银行账户的存款余额。如果你在台湾，你的守护神叫做中央存款保险公司，它设下的赔付上限是多少？请大家一定把这个数字刻在脑子里，新台币300万元。请注意，这300万是一个打包价，里面既包含你的本金，也包含你产生的利息。而且最关键的是，这300万是同一存款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存款合并计算后的总上限。什么意思呢？比如你在某银行有一个活期账户存了100万，又开了一个定期账户存了250万，你觉得分开存的，但对不起，在存款保险公司看来，你在那家银行的总存款就是350万。万一这家银行倒闭，保险最多赔给你300万，剩下的那50万，很抱歉，你得排队等银行清算完了再看能拿回多少。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等清算完了，能拿回零头的概率都微乎其微，很多时候超过的部分就是直接归零了。这里还有一个巨大的误区，很多人以为我开了外币账户，我存的是美元、日元，是不是就能分开计算，多一层保障？我告诉你，不是的，存款保险计算的是你在那家银行所有货币存款加起来，折合成新台币后的总和。所以如果你觉得把钱换成美元存在同一家银行就能避险，那真的错了。如果银行本身倒了，你的美元存款也一样被算在那300万的生死线以内。对于我们在海外的华人观众，规则类似，但数字不同。比如在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赔付上限是25万美元。同样的道理，超过25万美金的部分，在硅谷银行事件里，政府是破例兜底，全额赔付了。但那是为了阻止恐慌蔓延的特例。你敢赌下一次危机来临时，政府还会对所有储户都这么大方吗？尤其是当涉及的不是那些牵涉甚广的科技巨头，而是我们这样的普通小储户时，政策完全可能不同。在中国大陆，存款保险的最高偿付限额是人民币50万元，这个数字就是你资金安全与风险的绝对分界线，超过它的部分，在理论层面上就等于在金融风暴里裸奔。那么面对外媒预测的2026年潜在风暴，面对这些无孔不入的系统性风险，我们普通老百姓难道就只能提心吊胆，坐以待毙吗？当然不是。既然我们搞清楚了游戏的规则，我们就能利用规则给自己搭建起坚固的防御工事。第一招也是最简单最有效的一招，分篮子放鸡蛋。这句话大家都听老了，耳朵起茧了，但真正做到做戏的人真的不多。志霖在这里恳请大家，如果你的现金资产总额超过了300万新台币，或者你所在地区的存款保险上限，请你务必要把它拆分开。
千万不要因为贪图某一家银行给的 VIP 客户的小礼品，或者为了那一点点稍高的利息，就把所有的身家性命都压在一家机构里，把钱分散存到2、3家，甚至3、4家不同的银行。特别要注意大小搭配，土洋结合，比如放一部分在稳如磐石的公股行库，再放一部分在服务灵活的民营银行，这样即便其中一家真的出了状况，你其他的资金还能正常周转，而且因为每家银行的存款都在保险额度内，你的本金是受到绝对保护的。第二招，要练就一双火眼金睛，死死分清什么是存款，什么是理财产品，这一点至关重要。很多人去银行，本意是存钱，结果在理财专员一番高收益的劝说下，迷迷糊糊就买成了投资型保单、结构性产品或者基金。请你一定记住，存款保险顾名思义，只保存款。如果你买的是银行代销的基金、保险，或者是那种复杂难懂的联动债，一旦银行倒闭或者发行这些产品的公司倒闭，你的这些钱是不在300万赔付范围里的。尤其是那些自身风险较高的银行，往往更喜欢用高息理财产品来吸引资金。你千万不要为了多赚那1个点、2个点的利息，而把宝贵的本金置于险地。第三招，对于资金量比较大的朋友，可以考虑配置一部分短期政府债券，比如台湾的公债或者美国的国债。为什么？因为国债的信用主体是国家，而不是某家银行。就算你购买国债时通过的那家银行倒闭了，你的国债资产是独立托管在中央清算系统里的，它不属于银行的资产，银行无权拿它去抵债。只要发行债券的国家政府不倒，你的这笔钱就是安全的。在风雨飘摇的时期，国债往往是资金最信任的避风港。说到这里，我们不仅要看好钱袋子，还得保持一颗敏锐的心。一家银行的倒塌很少是毫无征兆的晴天霹雳。在2023年那波危机爆发前，相关银行的股价早就开始跌跌不休，内部高管也常出现异常抛售股票的举动，这些都是市场的预警信号。如果你发现你存款的那家银行开始被负面新闻缠身，或者它的财务报告显示坏账率突然飙升，请你不要犹豫，宁可损失一点预期的利息，也要果断把钱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就算最后是虚惊一场，也远比真的血本无归要好10000倍。我知道谈论银行倒闭、财富风险是一个非常沉重，甚至会引发焦虑的话题，但在志霖看来，这种适度的焦虑和警惕，恰恰是我们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保护好自己、安稳生活的必备动力。我们改变不了全球宏观经济的走向，左右不了美联储何时加息降息，更决定不了哪家银行的高层会不会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但是我们对自己辛苦赚来的财富拥有最根本也是最终的支配权。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比你自己更在乎你的钱。银行的客户经理不会，那些所谓的市场专家也不会。当真正的危机来临那一刻，那一直冷冰冰的存款保险条款就是你最后也是最坚实的底线。所以今天看完健康之道的这期内容，我真心建议大家就趁着现在拿出你的存折，打开你的手机网银 APP， 给自己家庭的财务状况做一次彻底而简单的体检，算一算有没有哪家银行的存款总额超标了，查一查有没有买了什么连自己都解释不清楚的理财产品。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让你意识到了那些平时被忽略的财富健康隐患，请一定给这期内容点个赞。你的每一个赞都会让 YouTube 的算法把这份重要的提醒推送给更多可能需要它的朋友和家人。如果你在存款配置、避险方面还有任何具体的疑问，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我会尽我所能挑选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在未来的内容里继续和大家深入聊聊。最后，志霖想说的是，金融危机的历史总像是在押韵，2008年是一次惨痛的教训，2023年是一次严厉的预演。那么2026年呢？我们无法预知危机是否一定会在那一天精确降临，但我们可以确信的是，那些提前做好准备的人，永远都不会是那个在暴雨中被淋透、束手无策的人。哪怕所有的预测最后都错了，哪怕那几家银行都安然无恙，你做了分散风险的动作，你没有任何损失，只是换来了内心的安宁。但如果万一他们预测中的部分风险成了真，而你却什么都没做，
那个代价可能就是你和家人多年辛勤努力的成果付诸东流。这也是我创建健康之道这个频道的初心。我们不贩卖无谓的焦虑，我们只提供实实在在能帮你避开深坑的指南。我也恳请大家把这期内容分享给你的家人，特别是那些对金融风险不太敏感、容易相信高息诱惑的父母长辈，帮他们也检查一下。很多时候，老年人最容易因为贪图一些礼品或稍高的利息，就把一辈子的养老金集中放在一家金融机构里。作为晚辈，帮他们一起守好这道财富健康的防线，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记住，在这个变幻莫测的金融世界里，保持清醒的警惕，保持理性的判断，现金为王，安全第一。我是志霖，我们在健康之道下一期内容不见不散。